我打算向恋爱5年的男朋友求婚，却在当天亲眼目睹了他向别人求婚的现场。原来我是那人的替身，他想先斩后奏。婚礼定在了半个月后，我转身打通了我妈的电话，真巧，我的婚礼也定在了半个月后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傅家宇恋爱5周年当天，我准备和他求婚，他没来，我却在求婚现场的隔壁看见了他捧着玫瑰，举起戒指，向着另一个女人求婚。他满心欢喜，宁宁，嫁给我好吗？我转身离开，顺手把手中的戒指扔进了垃圾桶。回到车里，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。妈，我想好了，明天我回家订婚，婚礼就定在……我愣了一下，看向了傅家宇那边说：半个月后吧。我妈十分高兴地准备去了。我原以为傅家宇只是不善于说情话，到如今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不是那个让他主动的人。喜欢他8年。因为他和兄弟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向我表白，我就同意了。谈了5年，这5年我从不怀疑他的真心，却没想到他对我的好只是在我身上寻找另一个女孩的影子。我在远处传来的欢呼声中驾车离开了，回到家开始收拾行李。到傍晚，傅家宇也回来了，脸上还带着并未消散的笑意。在看到门口我的行李箱时，脸色沉了一下。他抬步走到我身后，圈住我，抵在我的肩膀，身上一股不属于我的香水味还未散去。怎么突然收拾行李？要去哪？我转过身，不自在地推开了他。明天我回家。好，他没追着问，似乎是被今天的幸福冲昏了头脑。我开车送你。不用了，还没说话口，他的电话铃声就响了。独特的电话铃是专属于另一个女人的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走到旁边背着我接通，语气柔得出水。怎么了？我没听到电话那头说了什么。没一会，他挂了电话，转头走到我身边，又把我抱进了怀里。宝宝，明天公司要开会，就不能送你了。我后天一定去接你，好不好？我挣开了他的怀抱，笑眯眯地回答：好，你多忙点是应该的。他捏了捏我的脸，哄着：今天怎么这么乖？我抿嘴笑了笑，转身去到卫生间洗了把脸。第二天，我赶在他出门前就先一步离开了。回到家，很快就谈好了订婚的事。对方是庄家的，叫做庄玉洲。这桩婚事早在我22岁那年就说好了，只是因为我那时满脑子都扑在了傅家宇身上，对桩婚事十分抗拒，自然也没注意到庄玉洲。只不过现在，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勾嘴笑了笑。庄玉洲，那不就是傅家宇白月光庄宁的哥哥吗？这还真是有点巧。庄玉洲穿着一身高定西装，举止绅士优雅。荣双小姐，关于婚期，我们能不能改个时间？我摇了摇头，不能。我妈在旁边提醒：双双，庄家的女儿也是在半个月后结婚，要不就分开，省得撞一起了。我笑了笑，那就一起办吧，双喜临门，岂不是更好？庄玉洲看着我，紧了眉头。最终还是应下了。我提出婚礼之前对我的身份都要保密，他也同意了。订婚过程十分顺利。晚上我接到了傅家宇的电话，电话那头有些吵闹，看样子是和兄弟们在喝酒。双双，明天上午我去接你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家宇，我还没听清。电话就被挂断了。我看着手机挂断的页面，自嘲地笑了笑。谈了5年，原来我才是那个地下情人。第2日，他还是准时来接我了。还在路上
给我带了一捧玫瑰花。看着鲜红的玫瑰，我就想起了那天他单膝下跪捧着玫瑰花的样子。我接过玫瑰，却沉默了。他看我没说话，问道：“不喜欢？不喜欢就重新买一个，刷我的卡。”不用了。我将玫瑰塞进后备箱，关上了门。挺喜欢的。我走向副驾，他没有说什么，驾车离开了。路程过半时，他手机突然响了，看了一眼，是他兄弟云瑞打来的。双双，帮我接一下。我没想到他会让我帮忙接，我犹豫了一秒，拿起了手机，接通电话，却不小心碰到了免提。电话那头，云瑞焦急的声音传来：“佳宇，宁宁在 KTV 被人欺负了，你快过来。”傅佳宇脸色瞬间变了，毫不犹豫地调转了车头，踩了油门，一路上闯了不知道几个红灯。他甚至来不及在我面前伪装一下，到了地方，他立马就冲了出去，我也被迫跟了进去。等我赶到时，里面玻璃渣已经碎了满地。傅佳宇把庄宁护在怀里，轻声哄着。对面是傅佳宇的死对头陆伟，两个人有过不少过节。哟，傅佳宇，你的小心肝啊，这么护着。少废话。傅佳宇语气里透露出不耐烦，要什么直接说。陆伟勾了勾嘴角，指了指自己下颌的疤痕，还记得这条疤吗？7年前你弄的。他丢过来一把刀，你在同样的地方划一刀，我就放过他。这样护短的场面，我没心思看，想要转身离开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：“给老子上！”场面一下混乱起来，我莫名的被推了进去，跌跌撞撞的，不知道往哪里躲。下一秒，手臂上传来一阵刺痛，等我再看去，已经划出了一条细长的口子。打斗结束，傅佳宇身上挨了几拳，他怀里的庄宁倒是一点没被碰到。临出门前，他注意到我，却也只是匆匆瞥了一眼，不管不顾地抱着庄宁离开了。人们散去，我独自站在走廊中央，手臂上的血滴答滴答地往下掉，染红了地板。傅佳宇搂着庄宁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印象里，他从来没有为我这么紧张过。他会关心，会紧张，也只是因为我像他3分。我时常在想，他的关心是否真的是因为我这个人？起码在这一刻，我确认了，不是。我低着头，忽然一顶帽子盖了上来，我的眼泪也没了顾虑，落到了地面，混到了血液里。下一秒，手被人牵起，一个高大挺拔的背影出现在我模糊的视线里。他一言不发地带着我走出了昏暗的走廊，走到外面日光下，脱下了外套盖在我的身上，遮住了伤口。在这等我一会，我去开车。熟悉的嗓音让我认出来是庄玉洲，可我却不敢抬头，太狼狈了。他陪着我去了医院，包扎好了手臂，又送我回了家。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，家里空无一人，我独自坐在沙发上，周遭都安静下来，心也一点一点冷下来。午后，傅佳宇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压在我肩头，抱着我：“双双，对不起，刚刚情况紧急，没来得及顾上你。”我没讲话，他坐起身，脸色有一瞬异样：“你身上怎么有一股男士香水的味道？”我扭头对上他探究的目光，打车时碰到了一个拼车的，可能沾上了吧。他嗯了声，没怀疑，视线下移，终于看见了我受伤的手臂。你，他犹豫着，还是没忍住开口：“没什么要问我的吗？”我平静地抬眼，看不出丝毫情绪，甚至对他笑了笑：“没有。”问，我能问什么？问他还爱不爱我？还是问他究竟有没有爱过我？他有那么一瞬间慌了神，紧紧地抱住了我，揉了揉我的头，哄着：“双双，我知道你最乖了。明天
我带你去你之前一直想去的度假山庄好不好？就我们2个人。放在以前他这么温柔地哄我，我早就心花怒放了。可是现在我却提不起兴趣了。好了，别委屈了，明天带你去玩。他又低声哄了2句，回了书房。晚上因为手臂疼，左右睡不着觉，起身走到客厅倒水，发现傅家宇也没睡，开着免提和云瑞打电话：家宇，你等了庄宁那么多年，现在他好不容易回国，又答应和你结婚，婚期马上就到了，你啥时候和荣双说清楚？他的脸色在昏黄的台灯下略显纠结。再等等吧。还等？云瑞都开始变得着急起来。还等什么？他本来就是你找来的替身，难不成你还真动情了？没有。傅家宇急忙否认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的后半句略显没底气。再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我会和他说清楚的。我转身回了房间，重新回到了被窝。没一会他也回来了，带着丝丝凉意，从背后抱住了我，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：双双，对不起，你别怪我。傅家宇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是对你彻底失望了。第2日，他还是带我去了度假山庄。2人在海边散步的时候，却没想到碰到了庄宁和庄玉洲。家宇，好巧啊，你怎么也在这？庄宁笑盈盈望着他开口，视线又落在了我身上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庄宁。说实话，我也愣了神。我和他确实很像，可是又不太像。我侧头看着傅家宇的表情，他有些意外，不知所措。估计他也没想到他们公司正好在这团建吧，匆匆忙忙就带我过来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主动伸出了手。庄小姐你好，我是傅家宇的合作伙伴，今天来这谈工作的。庄宁伸出手礼貌的回应：你好你好，我是宁宁，我们去旁边吧。傅家宇急忙打断了他的话，没看我，扯着他离开了。剩下我愣在半空的手。你好荣双。庄玉洲握住了我的手。我是庄玉洲。我耸了耸肩，抽回了手，转身朝着反方向走。我知道。他抬步跟了过来。之前是2家介绍，今天算作我们正式认识。我毫不客气打破了这个友好的氛围。你不会想和我认识的。刚刚那个人不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是我的。我知道。他的声音温柔又有力量。前男友。我愣了愣，笑着点了点头。没错，前男友。在他向庄宁求婚的那天，他就已经是前男友了。晚上，庄宁邀请我们一起过去烧烤喝酒，傅家宇没办法拒绝，我也没拆穿，跟着一起过去了。喝到尽兴时，有人提议要玩真心话大冒险，非常不凑巧的平口转向了傅家宇，问：你想要共度一生的人是谁？这个问题很显然是为了促进他们俩感情问的。那边的人都知道傅家宇向庄宁求婚的事，这不过是增进一些感情的小把戏罢了。可是此刻我在场上，傅家宇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我低头苦涩地笑了笑，身边的女生出于八卦往我这边靠了靠，手边的酒杯打翻，正好泼到了我的伤口处。酒精的刺激让我吃痛地收回了手。傅家宇的话被我这边的动静打断，我站起身看了一眼他，离开了座位。没一会他跟了上来：伤口怎么样？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我还没开口，桌子那边又闹了不小的动静，是庄宁着急起身，打翻了烧烤，不小心被铁签划伤了。他的视线瞬间就被吸引了过去。双双，我给你叫辆车，你先过去，我等会去找你。不用了。庄玉洲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件外套，我送他去。傅家宇愣了一秒，视线在我们之间扫视了一圈，最终还是被庄宁的声音吸引了过去。
那就麻烦庄先生了。我看着他急忙跑走的身影，低头说了一句：“走吧。”半夜，傅家宇拖着一副醉酒的身体回到了房间，他带上门，走到我面前，欺身将我压在身下，我推不动，只能别过头。他眼眶泛红，表情委屈：“双双，你今天为什么说我是你的合作伙伴？难道5年了，你对我都没有感情吗？”我抵在他的胸口：“傅家宇，你喝醉了。”我没醉。他倒在了我身边，从背后将我圈在了怀里，语气黏腻：“双双，我爱你。”我看着天花，突然沉默了。傅家宇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他蹭了蹭我的颈窝：“真的爱你，那我们结婚吧。”良久，只能听到闹钟滴答滴答转动的声音。我转头看过去，他窝在我身边，睁着眼睛看着我，却无端地落了泪，沾湿了我的头发。换做以前，我会心疼他，可现在我内心却掀不起波澜了。我知道他不敢回答，也不会回答，因为再过几天，他就要娶他等了10年的女孩了。他起身，背对着我，借着不舒服的理由躲进了厕所。我听着厕所的水声，重新躺了下去。傅家宇，你要是爱别人，就请你收起对我的那一点，哪怕一点感情，我不需要，也觉得脏。重新回到家，我就开始清理这个家所有关于我们的痕迹。傅家宇已经好几天没再回家，我没问他，他也没和我说。婚礼的前一天，我给他发了消息，希望能最后吃一顿晚餐。我还是想给我自己的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。他答应了，我包下了整个餐厅等他来。我看到他走到了餐厅门口，门被打开的那一刻，一个电话叫走了他。我看着满桌的菜，叹了口气，真是浪费了。既然好聚好散都不愿意，那就这样结束吧。我吃完走出门，一辆扎眼的迈巴赫停在餐厅门口。庄玉洲靠在车门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需要我送你回家吗？未婚妻。车里，我有些心不在焉。明天我就要嫁人了，我就这样匆匆忙忙的要定下陪伴自己后半生的人了。我忽然有些恍惚。庄玉洲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突然问。他愣了愣。你希望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看着窗外快速闪过的景色，垂下眼眸。我希望你不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低笑了2声问：为什么？我说：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会有心理负担。车速忽然变慢了，他停靠在了路边，然后十分正经地看向我：荣双，不好的不是你，付出真心的人怎么会不好呢？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真挚的赞美和肯定，那是在傅家宇的眼里没看见过的。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，我和眼前的这个人或许没有爱情，但是和他成为相互扶持相伴度过余生的伙伴，似乎也是不错的。我点了点头，笑了笑。他再次启动了车子，平稳地驶向了远方。婚礼当天，我坐在化妆室，才真切地感受到要结婚了。安静的氛围里，突然冒出了不合时宜的铃声。我看了手机，那是傅家宇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急促：你在哪？是啊，他现在应该看到我父母了吧？他猜到庄玉洲的新娘是我了吗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反问：傅家宇，你在哪？他的声音明显低了下去。我在忙。我又说：如果你想知道我在哪，你就过来找我。他沉默了。傅家宇，昨天晚上你没来我。双双，你先别说，我们结束吧。我还是说出了口。其实他那夜应该就猜到我已经知道他的事了，我们早就应该结束了。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我说：傅家宇，祝你幸福，也祝我幸福。耳边传来他嘶吼的声音：荣双，你到底在哪？你告诉我。
我去找你。房门被人敲开，门口站着礼仪小姐，她冲我微微一笑：“荣小姐，婚礼马上开始，我带你过去。”我挂断了电话，应了声好，放下手机。傅家宇，已经太晚了。我戴好头纱，跟着礼仪小姐走了出去。父亲在路的尽头等着我，我走过去，挽上了他的手臂。父亲红了眼眶：“我家宝贝真好看，真是便宜庄家那小子了。”我低头笑了笑，转头看向了内侧的高台，对上了傅家宇的视线。他颤抖的手和压抑在脸上恐慌的神情都落入了我的眼里。随着主持人的节奏，我挽着父亲的手，坚定地走向了庄玉洲。傅家宇，今天我要你站在我身边，亲眼看着我嫁给别人，你会是什么心情呢？是会感觉到终于没了我这个麻烦，还是会感到惋惜？荣双小姐，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，与他缔结婚约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他，照顾他，尊重他，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我起火了，不知哪里传来一句嘶吼，整个会堂顿时混乱起来。会堂一角已经燃起了黑烟，婚礼被迫终止。庄玉洲搂着我离开的瞬间，我竟然看到了傅家宇松了一口气。我被安置在了休息室，庄玉洲准备出去救火，我拉住他：“平安回来。”他摸了摸我的头：“等我回来。”他出去没一会，休息室的门再次被人打开，傅家宇站在门口，迈着步子进来，直接牵起了我的手：“跟我走。”我猛地甩开了。傅家宇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嘛？我只知道你不能嫁给庄玉洲。我前所未有的平静。不嫁给他，难道嫁给你？他没回答，只是执着地拉起了我的手：“跟我走。”傅家宇，你求婚的那天，我在现场。他的手顿在半空，背对着我，不敢回头。你大概不知道，原本那天我是打算和你求婚的。他红了眼眶，还是执着的不肯放开我的手，任我咬他、踢他，他就是不肯放手。你现在这副假惺惺的模样，到底是演给谁看？他还是不管我的反抗，倔强的将我带出了休息室。我被迫跟着他，不知道跑到了哪里。周围烟雾弥漫，让我失了方向，吸入了烟越来越多。我开始有些意识模糊，我只听见傅家宇在我前面告诉我：“双双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出口了。”是啊，就快到出口了，我都快看见那束光了。可是他忽然就停了下来，被另一个声音吸引了过去。那是不顾火势来找他的庄宁，被困在了不远处的隔间，一声一声的嘶喊，就快要听不见他的声音。我跌在原地，艰难地抬起头看着傅家宇，他低头看了我一眼，表情复杂，最终狠下心，重新牵起了我的手。家宇，你在哪？我好难受。他牵着我手腕的手越来越用力，可是最后他还是松了手。我跌坐在地面，听见他匆匆留下的一句：“双双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”他明明放不下庄宁，却还要纠缠我。我倒在地上，烟呛的我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已经没了力气。傅家宇，你对不起我，也对不起庄宁。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你不敢承认你的爱，也不敢放手。失去意识的前一秒，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庄玉洲穿过火焰过来找我了。我落在了一个结实的怀抱里，耳边是他一声一声告诉我会带我出去的声音。再次醒来，我看到的是医院的天花板，庄宁在我隔壁床，还没醒，婚礼就这样被终止了。窗外的树枝长出了新芽，耳边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：“你好，荣双。”我视线转过去，庄宁已经醒了，
他靠在床上看着我，没什么气色，我实在是笑不起来，艰难地扯了扯嘴角。你好，庄小姐。他也抿嘴笑了笑，看着我眼睛里却没有恶意，反而看起来有些释怀了。我打算出国了，以后可能都不会回来了。那天佳宇和我求婚时，我很高兴，可是这么些天，每次面对他的眼睛，我总感觉他在透过我看谁。起初我看不明白，我不知道他在透过我看谁，可是今天婚礼上，我终于看到了。荣双，他看到是你。我叹了口气，庄小姐，你误会了。不，我没看错，我喜欢了他那么多年，怎么会不知道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什么样的？他困于幼时的一场意外，便许诺要护我一辈子。那个时候，他是真的喜欢我，我能感觉到。可是10年过去，人都会变的，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吧。庄宁出国了。这场婚礼没进行下去，被搁置了。我回到了家，手机关机1个星期，再次开机时，满是傅家宇的消息和电话。我索性将他的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。出门时，他就站在小区楼下，见到我出来，连忙跟了上来。双双，你手机怎么关机了？我等了你7天。傅家宇，我想我那天应该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结束了。他急得拉过我的手，别结束，我不想结束。庄宁的事是我的错，我可以道歉的。傅家宇，有些错误是不能弥补的，放手。他没动，我扯出了我的手，毫不犹豫转身离开。不远处，庄玉洲正在等我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等很久了吧？他笑着揉了揉我的头。没有，这个给你。他拿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递给我，我好奇地接过打开。什么呀？结果是一个手编的毛线包。这扭曲的手笔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么上档次的盒子和里面可爱的手工包反差有点大，不喜欢吗？他伸手就要去拿，我别过了手。没有，我很喜欢。说起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手工礼物。饶氏和傅家宇在一起5年，他送的礼物都是花钱就能买到的，哪怕是一张贺卡，他也没有给我写过。走吧，今天我想去吃火锅。好，火锅店里，傅家宇又追了上来，3人被迫挤在了一桌。傅先生，你现在的行为是不是不太好？傅家宇无所畏惧地拿起了我面前的碗筷涮了起来。你们现在又没结婚，又没在一起的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？我翻了个白眼，现在倒是强词夺理起来了。傅家宇，你现在这样真的很不要脸。我就是不要脸。他接过我的话，只要你能回来。我越发无语，是不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？我们没可能，我不信。你喜欢了我8年，我不信你能这么快就不喜欢我。和他这种人是说不通的。我也不再浪费口舌，开始吃饭。他时不时给我夹个菜，我就夹到盆里，到最后碗里都是他夹的菜，我就没胃口吃了。傅家宇，你烦不烦？这样有意思吗？这顿饭终究是不欢而散。后来他和云瑞跑到我家公司楼下堵我，我装作没看见绕过他，却被云瑞挡住了去路。他有些不爽。荣双，闹也闹了，佳宇因为你半个月没休息好了，你们俩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，他爱不爱你，难道你心里没数吗？这次的事他已经认错了，你还想要他怎样？我要不是个文明人，现在的巴掌已经落在了他脸上。你这么心疼他，你和他在一起好了，他气得很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好心劝你，不要逞一时之气，放弃了你们之间的感情。你明明也那么喜欢佳宇，何必要闹到这一步呢？我咧了咧嘴，走到这一步还不满意？行啊，那就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。你满意了吗？你，云瑞指着我吼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我没了耐心。
还不让开。我看向了傅家宇，傅家宇，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？他神情疲惫，仍然不肯放弃。双双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糕点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我看着他手里递过来的李记家的酥饼，叹了气。傅家宇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家酥饼我早就不爱吃了，别做无用功了。我转身离开，云瑞还想挡。云瑞，他吼了一声，让他走。家宇，我说了让他走，我离开了。此前都是我在各种讨好他，到现在他想起来取悦我了，可是我对他的爱早已过期了。就像那盒酥饼，已经不是我爱吃的了，我也不爱他了。后来的几天，他总是守在我家楼下，搞得我也不想出门。好不容易那天他不在，我却接到了云瑞的电话：荣双，你过来一趟吧，佳宇因为你和庄玉洲打起来了。我心下一横，立马穿好衣服出了门。昏暗的酒吧里，我按着云瑞给的方向走去，酒瓶沾着血迹碎了一地。傅家宇被人按着，脸上划伤了，滴着血，却还是满脸的凶狠。另一边，庄玉洲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抬头看着我，脖子也被划伤了。我一下恼了，都有病是吧？都不要命了。我看了一眼庄玉洲，他眼神闪烁，飘忽不定。他也不是会挑事的人。我压下怒火，转身走到傅家宇面前，揪着他的衣领：“你给我过来！”包间里我没开灯，门被关上。傅家宇从背后抱了上来：“双双，我好想你，我每天每夜都在想你，我求你了，回来好不好？双双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之前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认不清自己的内心。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，只要你能原谅我。”他慢慢松开我，走到我面前，渐渐低下头。我忽然开口：“傅家宇，别让我讨厌你。”他愣住了，眼睛里有不解，像是被刺痛了一般，骤然红了眼。以后别碰庄玉洲。他的手颤抖，倔强地问：“你喜欢他？”我皱了眉头，毫不犹豫：“是，我喜欢他。下个月我们会重新举办婚礼，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”他拉住了我的手，黑暗的环境里，一滴热泪滴落在我的手背。往日高高在上的他，如今低眉顺眼的在祈求我：“双双，别嫁给他，别离开我，我爱你，双双，我真的爱你。”我用力地抽出了自己手，没有回头。傅家宇，你的爱太不坚定了，你的爱太廉价了，我不需要。我果断地出了房间，没有再给他讲话的机会。走到庄玉洲面前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小心翼翼的模样看起来有点傻。我气得想笑，把包丢给他：“我饿了。”他迟疑了一秒，立马站起身，走到我身边：“好，我们去吃饭。”开车到一半，我下去药店买了药和棉签。他脖子上那道刺眼的伤口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我用棉签沾了药水给他消毒。疼不疼？他摇了摇头。我故意用力摁了一下，他没反应过来，嘶了一声：“疼。”我收起药水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疼就对了，谁让你跑去和他打架？两个总裁在酒吧里打架也不嫌丢人，你心疼他了？”他盯着我的眼睛，严肃地问。我突然想调戏一下他，便抄起手，昂起头：“对啊，心疼了。”他忽然凑到我面前，勾住了我的后脑勺，周身的气压瞬间变低，心跳陡然变快。一瞬间，整个世界里就只能看见他了。我想亲你，可以吗？你吃醋了？他咬了咬牙：“是，所以我可不可以亲你？”一个湿热又充满占有欲的吻瞬间袭来，我毫无还手之力，吻到我无法呼吸。他放开了我，抵上我的额头：“荣双，你现在是我的，和他没有关系了，不许看他，
不许和他独自在一起，也不许心疼他。他将我搂进怀里，他怀里的气息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心。我回答：好。再次见到傅家宇是在婚礼那天，我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门忽然被打开了，他穿着一袭黑色西装，捧着一束黄玫瑰走到我面前。1个月不见，他憔悴了很多，虽然收拾过，还是能看见他新长出来的胡茬。他消瘦的身形已经不似之前那么意气风发，眼底也暗淡无光。他将玫瑰花放在了我身边，单膝跪在了我面前，红了眼眶。荣双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回到家，我发现我再也找不到你的一丝痕迹。我慌了，那种慌乱的情绪让我彻夜不眠。我曾经以为你不会离开我，因为你爱我，可是我错了。他哭了，我递过去一盒纸巾，没有打断他。我没看清自己的内心，辜负了你，也辜负了庄宁。其实，在今天之前，我总是想把你抢走吧，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我会用余下的所有时间好好补偿你。可是，在看见你那位即将到来的幸福、发自内心的笑容时，我放弃了。他抬起头，泪水顺势落下。荣双，如果没有那场荒诞的婚礼，是不是现在娶你的人就是我了？他的眼神闪烁，睫毛微颤，似乎还在希望我能给出一个他想要的答案。门被敲响，是礼仪该提醒我上场了。我站起身，看着他坚定地开口：不是那场婚礼，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注定是错的。没有正确的开始，又怎么会有美好的结局呢？你不经历这些，又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内心呢？傅家宇，人生没有后悔药，我也不会回头。我站在高台上，听着主持宣讲誓词。台下，傅家宇独自站在角落里，眼眶里闪烁着泪光。听到了那句“我愿意”，最终转身离开了。婚礼结束后，一个服务员找到我，递给了我一个礼盒。荣小姐，这是一位姓傅的先生留下的，让我转交给你。我道了声谢，接了过来，打开了礼盒，里面装的是他亲手设计的项链。曾经他说，等你结婚，我就亲自设计一条项链给你。那时我天真的问他，难道不是我们吗？他笑了笑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哄着，那当然了，你结婚我肯定在场啊。我语气坚定，是新郎。他把我搂进了怀里，我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也没听到他的回答，一语成谶。冥冥之中，有些缘分早已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消散了。我换下婚纱，等着庄玉洲来接我回家。休息室里留下了一束黄玫瑰和一个礼盒。门外天气晴朗，我挽着庄玉洲的手，晃晃悠悠地走在蓝天白云下。远处好似有少女和少年的声音传来：荣双，前途坦荡，爱的人就在身边，余下的一生都要幸福安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